Day 4. 建议大家可以避开人满为患的东京，去京都体验狗狗咖啡馆，效果会更好。Hey buddy, 座り。座り。大家好，我是霞姨，你今天过得还好吗？1998年的时候，台北出现了第一家猫咪咖啡馆，接着呢，日本又开了狗狗咖啡馆，直到2025年，日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动物咖啡馆。比较常见的有水獭咖啡馆、刺猬咖啡馆、猫头鹰咖啡馆和兔子咖啡馆。距离锦市场最近的4条商业街上，有一家狗狗咖啡馆，营业到很晚。进门之后，先换上拖鞋，然后把手洗干净。记得在拍摄的时候，不要拍到其他客人的脸。美丽的老板娘会给你一个定时器，等玩好之后再去结账。他们家有好多小型犬、吉娃娃、柴犬、约克夏等等。如果你想要把狗狗放在腿上，记得拿一条毯子，这样它们就不会抓破你的裤子了。这家店除了狗狗之外，还有2只流氓狐狸。怎么样？你笑怎么样？你笑怎么样？小狐狸的性格非常敏感，千万不要去戏弄它们。我当时的做法就是利用各种声音把它吸引过来。大耳朵，大耳朵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你在吃我的手表。熟了以后就可以玩它的尾巴了。这样子，想死我了！你要干嘛？又要抓我的裤子！裤子的材质和气味很容易勾起大耳狐的好奇心，这个时候就要问店主哪一条毯子来解决问题。我查了一下，他们家在网上的评分有点低，估计是因为刚开张营业的关系吧。小狗有时玩疯了，就会在地砖上方便。老板娘看上去很年轻，总是围着狗狗们忙个不停。$9的费用已经包括了饮料，如果想玩狐狸的话，还要再加$1.5。这家店目前还没有提供投喂狗狗的业务。为了满足女儿投喂狗狗的愿望，我们又去到了附近的香肠狗咖啡馆。狗狗的零食从$3到$9不等，我们只待30分钟，所以选择了最小的分量。进门后需要把包和鞋子放到储物柜里，领好号码牌，洗完手就可以进屋玩耍了。这边不提供计时器，也不会提前收费，所以要把握好娱乐时间，以免超时价钱。这时距离我们搭乘新干线的时间还有2个半小时，我整个人看起来超级紧张，压力山大。Oswald, can you do it? Oswald, good job. 听老板娘说，这里只有她可以听得懂“坐下吧”3个字。我正在猜它是什么品种的时候，突然就从旁边蹦出一只毛发超美的小黑。 You're beautiful. Yes. Okay, you're beautiful too. Yes. Okay. One by one. Good bird. Where are you from? Nop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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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o rude. Too rude. N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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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ve you. Shake, shake. Shake hand. Shake, shake hand. The other one. The other one, good job. You understand English. That's good. Good girl. 这家店的特点就是每一只狗都有鲜明的个性。这2只金色毛发的狗狗一看就是乖乖牌好学生。店家一般会规定投喂时间和投喂的数量，这些为老板打工的狗狗们也有休息时间。店家会确保它们的饮食均衡和身体健康。有些店呢会让狗狗一直工作到退休，是不是很温馨？假如你想要养特定品种的狗，也可以先去这类咖啡馆体验一下，感受它们的个性和习性，顺便想一想自己想要什么模样的小狗。
12 seconds later. 进入京都站正门，笔直朝前走，就能走到综合火车站。进站后右转，根据指示牌就可以找到去东京方向的新干线列车。由于时间紧迫，而我的日文又不够用，当我用翻译软件和工作人员沟通完，我们的那趟列车早已经驶向了东京。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下载好车票二维码，除了二维码之外，任何证件都没有办法帮你登车。根据日本新干线的规定，乘客必须根据车票上的号码入座。我们坐的是下一班列车，自然就没有办法对号入座。于是我和女儿在走廊里待了2个多小时。在日本，没有座位号的乘客就只能待在走廊里哦。一定要记得提前打印好车票二维码。就这样等啊等啊，终于到达了日本的首都东京。2,000 years later. 好，放在这个，我拍张照片没了。啥了个？